Canva 又做出了一次惊人的更新，在这次 Canva Create 里面推出的全新功能，完全改变了我们做设计、影片、简报的方式。我真的等不及和你分享这些超级工具了。你可以更快的去完成设计，更轻松的去创作内容，甚至是完成以前根本做不到的事。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什么专业的技术。我把最让我惊喜的功能放到了影片最后，所以这期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视频大运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哦。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，需要记得订阅频道。那如果说你是在我发布这部影片的时候看到了这部影片，并且你也想去尝试一下 Canva 推出的这些超级新功能，那你需要做一个特别的操作才能够解锁全新的 Canva。因为通常 Canva 推出这种大更新的时候，不会一下子完全更新，而是先会让部分人去使用，去测试一下这些新的功能。所以这次的更新，Canva 准备让100万人先去测试一下。你需要在你首页的界面上面把这些看到的新风都点一遍，这样呢就能够解锁出全新的 Canva 了。如果说你错过了，也别担心，因为这个全新的版本也很快的会全面推出。那下来呢，我就进入到 Canva 了。首先第一个新功能就是图片选择区域调整。那这边呢，我准备了一张图片，然后呢，我可以选择编辑，在左边这边你可以看到选择区域，这边有点击、笔刷、前景、背景还有文字，都是能够让你去选择单独一个区域进行调整的。比如说我可以选择点击，那这边任何一个元素呢，我都是能去点击它的。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本书，我可以选择调整，可以专门去改变这本书上面的一些颜色的属性，比如说调节它的色温，让变更暖一些，然后调节它的色调，你可以看到就改变它的色调，然后底下呢颜色对比度这些都是能够调整的。甚至呢，我能够去使用魔法工作室里面的功能，比如说可以选这个魔法橡皮擦，你就可以看到呢，刚才那本书呢就消失了。那比如说呢，我可以再点一个，比如说选这个杯子，选择这个魔法编辑工具，去把它变换成一个其他的东西。比如说我把这杯子变成一瓶可乐，去看一下，选产生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瓶可乐了。总共会有4张图片，你可以看一下哪一张图片呢是更适合的。所以这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快速改变照片里面的颜色。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张照片里面它的颜色总共会有4种。现在 Canva 呢能够去快速的去帮助你分类出这照片里面的4个主颜色。假如说呢我不想要这个人穿蓝色西装，我可以选这个蓝色，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更改一下，比如说更改成这个绿色，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快速的去变成绿色了。如果说想把它变紫色，你也可以看到快速的就变成紫色了。所以这个功能呢，能够让你去快速的去调节照片里面的颜色。下个新功能呢是背景生成器。想要去开启这个功能，你需要选择编辑。在魔法工作室里面，这里有个新功能，就是背景产生器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让你去描述一下你想要去生成什么样的背景。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日出时的暖阳洒落在雪山上的美景，可以选择产生，你就可以看到 Canva 的 AI 呢就帮助我生成了4张图片了。它保留了这2个人物，但是背景呢完全是更换掉了。这是第1张图片，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和谐的。这是第2张，然后这是第3张，这是第4张。你可以输入更加详细的描述，让 AI 呢能够去帮助你去生成更加符合你意思的背景。这个功能呢也是非常好用的。第4个功能呢就是照片编辑器。那这个呢就是 Canva 全新的界面了。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照片编辑器，在这边呢有热门精选的功能，比如说自动选取、背景产生器、背景艺术工具。那在这边呢你就可以快速的去选择你在 Canva 里面上传的照片，对它进行编辑。这边呢我要展示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这个视角修正。当我选择一张图片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视角，我可以从垂直去调整，你就可以看到会做出一个这样的效果。然后呢也可以水平的去做调整，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去使用这个功能。下个新功能呢，它是试算表，你可以在 Canva 的首页上面去找到。那这个新功能呢，就是和 Excel 表格是非常类似的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在 Canva 里面去加入很多 Canva 独有的一些元素。那想要去加入内容呢，你可以直接双击在这边呢增加内容，然后每一格内容呢，你都是能够增加的。如果说你要去更改颜色，在这边呢，你可以更改它的颜色，比如说变成黄色的，它的背景呢就变黄色了。在这边呢，去更改文字的颜色也是可以的。那在 Canva 元素里面呢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图表，比如说长条图，你可以直接加入到你这个表格里面，然后你可以挪动它，
如果说你想在一个格子里面去增加一些元素也是可以的，比如说我增加这个图像，那你就可以看到呢，它就增加一个图像了。或者说你要增加照片，你就可以看到我这边呢也能够去增加照片。当你点击之后呢，它就能去放大了。甚至说呢，我想要去除这个照片的背景也是可以的，我可以选择这个背景艺术工具。那这个工具呢是需要你升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 Canva Pro 30天免费试用。那你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我就能够去除掉这个照片的背景了。而且呢，你可以选择快速动作，在这边呢，你能够会有更多的形式去帮你使用这个试算表。你可以选择去用 AI 去产生表格，去生成魔法图表、魔法洞察工具、魔法文案工具、大量建立、翻译、导入资料。而且在这个插入里面呢，还有这个公式魔法公式的工具。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希望公式的操作，比如说将 A1 和 B2 相加，这些功能呢真的非常好用。下一个新功能呢是文字进阶格式化。那你可以来到 Canva 的编辑界面里面，然后找到这个进阶格式化，那它呢就能够去让你去更改文字的位置。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我加了一个2，然后呢我可以选择上标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这样的形式了，或者是下标，它呢就能够去展示出这样的形式。还有呢就是文字编排，你可以调整字母间距来达到视觉平衡。如果说你发现在两个文字或者字母之间呢，它的间隔是比较大的，你可以选择打开这个选项，或者说连接字母，你可以将特定的字源去优雅的连接。下一个新功能呢就是生成式 AI 语音。那你可以如何去找到这个功能呢？有2个方式。第一个呢就是使用这个魔法文案工具，然后呢可以选择这个生成式 AI 语音。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选择音讯，在这边呢可以选择新增 AI 语音，这里呢就可以让你去输入文字了。比如说我加入这个文字，在底下呢你可以选择语言，有台湾中文，然后呢其他各国的语言都是能够选择的。那这边呢有4种声音我是可以选择的，我可以来听一下。你知道吗？ emoji 源自日文，意思是表情。然后这个男生也听一下。你知道吗？ emoji 源自日文，意思是表情符号。那当你选择一个声音之后呢，就可以选择这个产生语音了。然后再回到上传这边，选择音讯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我 AI 生成的语音了，它呢就能够去加入到你的画面里面。接下来一个新工具就是字幕动画的效果。首先在 Canva 里面呢，我们是能够去生成影片的字幕的。想要去使用这个功能，可以选择文字，在动态文字这边选择 Captions， 然后就可以帮助你影片去产生字幕了。那下来呢，我就生成字幕了。然后呢，我可以选这个动画效果，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有专门关于字幕的动画效果，比如说这个逐字显示，你还可以选择这个效果的强度，然后这个呢就是精选，它是这样的形式的，也可以选择它的强度，并且呢你可以选择它这个颜色，还有这小蛇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这样的形式，也可以选择它的颜色。所以这3个呢就是关于字幕的动画效果了。下一个功能呢就是 Canva 的 AI 来建立影像。那想要去打开 Canva AI 呢，你可以来到你的首页上面，然后选择这个 Canva AI，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呢，它能够有3个功能。第一个呢就是建立影像，当你选了之后呢，你可以选这个样式，你可以选择生成图片它是什么样式的，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插图式的，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宽高比，这边有不同的宽高比你是可以选择的。这边可以让你新增媒体，你可以选择新增你在上传的媒体，或者是最近生成的结果都是可以的。右边呢可以让你选择进行语音的交谈，你可以直接透过说话呢去来告诉 Canva 的 AI 你想要去生成什么样的效果。比如说我想让它去生成一只正在奔跑的北极熊，来看一下效果。那你可以看到非常快的 Canva 的 AI 呢就帮助我生成了4张图片了。那每一张图片呢在这边都是能够下载的，也可以呢选择编辑。然后这上面呢3个点标志，你可以选这个复制影像、剪辑影像还有删除影像。然后每一个生成的效果呢都会让你知道这是什么风格的，然后呢它的宽高比，以及呢你可以选择复制。这边呢还可以让你去删除或者检举这个生成的结果。Canva AI 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草拟文件，这边底下呢 Canva 有提供很多的提示，比如说写一篇照顾室内植物的部落格贴文。那就可以看到呢，现在 Canva AI 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个部落的贴文了，包括这上面呢它的横幅也是帮我生成了。我可以选这个插入，你就可以看到
这个完整内容呢就在这边了。我呢是能够去对它进行修改的，想要去加入别的元素、别的设计，都是能够在 Canva 的编辑器里面去加入的。这个呢就能够去帮助我们节省很多创作的时间了。对于这个横幅呢，我可以双击一下，你就能够看到我可以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快速的进行编辑，不需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档案里面。比如说我可以修改这名称，然后呢我可以选择储存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直接能够在这个档案里面去单独修改这横幅。下一个新功能呢，就是能够让 Canva 的 AI 来帮助你撰写程式码。那这边呢 Canva 就提供一些案例了，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建立简单的倒计时的计时器，那这边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相关提示词了，我可以选择提交，那就可以看到 Canva 的 AI 呢就真的帮助我去生成了这样子的冥想计时器了。所以呢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震撼。然后呢我是能够去把这计时器在设计中去使用的，或者说我想给这计时器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也是能够在这边去让它加入的。所以说即使我是不懂写程式码的，我都是能够去靠 AI 来帮助我去生成我想要的效果。那下一个新功能呢叫 Visual Suite，那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。现在这个功能可以把各种格式的内容统一在一个文档里面。那在以前的 Canva， 如果说我想要去做不同格式的内容，我是需要去分开文档的。比如说我想要去做我的 YouTube 缩图，我需要有 YouTube 缩图的文档；我想要去做我 YouTube 的影片，我需要有 YouTube 影片的文档；我想要做 IG 的限时动态，又需要有 IG 限时动态的文档。所以即使说这些内容它的主题是一致的，但是呢由于格式不同，就需要有不同的文档，这样呢会非常的麻烦。但现在呢有 Visual Suite， 我是能够在一个文档里面就能够去完成不同格式内容的整合的。比如说呢现在我是一个简报的状态，这些呢都是我的简报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又是有我文字的文档的。假如说呢我想要去新增其他内容，我可以选这个箭头，比如说我想去新增一个白板，在这边呢我需要去脑力激荡一下，对于我这次的活动，对于我这次的影片，我需要有什么想法，我可以放到这边。在这边呢我可以选加入文字，新增文字，我呢就能够在这边去输入我的文字内容了。然后之后呢我又想去新增别的东西，比如说可以新增社群媒体，这边呢我想要去做出 Instagram Reels， 那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立马就新增一个 Instagram Reels。 那之后呢我想新增其他内容，比如说我要去做一部 YouTube 影片的缩图，那你可以看到我就可以生成一个 YouTube 影片缩图的格式。其实还有很多内容，我要列印网站影片显示更多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我可以生成不同格式的内容。所以这个功能呢就真的非常方便，我可以在一个文档里面，我把我想要做的所有同一个主题的内容都放在这边，我是能够去非常好的去管理我所有的文档的。如果说你还没有 Canva 账户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Canva， 并且你可以解锁 Canva Pro 的30天免费试用。如果说你想去了解 Canva 的更多功能，你想要去学习如何去更加有效的去使用 Canva， 你可以点这部分列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想让这部影片点赞，一定要记得对我频道追踪我 IG， 能够和那个互动。那我们下期片子见，拜拜。